源到底是不是革命军的卧底？尾田终于正面给出了回答。果然像海米说的那样，是路飞29。在最新的《海贼王》单行本第110卷中，有一个海米询问尾田，路飞对战萨坦圣后饿得不能动弹，偷偷给他送食物的那个人是谁？尾田给出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回答。当时在路飞身边的人有弗兰奇和山治，不过黄猿和战桃丸也在他的不远处。不管是谁给路飞送来了食物，都没有被萨坦圣和海军们察觉到。这个动作似乎是用光一样的速度完成，连肉眼都没有办法看出来。之后尾田又连续说了2次光速，这无疑是在强调黄猿给路飞送了食物，他是革命军的卧底也算实锤了。SBS 的内容一直作为漫画剧情的补充出现，尾田也会在这里公布一些重要信息，不过都是用开玩笑的语气呈现。之前也有海米在 SBS 中询问过马奇诺怀中的孩子是不是香克斯所生，尾田也是没有从正面直接回答，而是来了一句，正是你们所期待的那个人。海米一直认定那是香克斯的孩子，尾田就在 SBS 中用开玩笑的方式给予肯定。从黄猿在香波地群岛登场开始，就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帮助着路飞。明明一瞬间就能干掉索隆，却要练习高抬腿，等到冥王雷利登场。还有路飞去顶上战争救艾斯，黄猿也是多次出现主动放水的情况，有干掉路飞的机会，却把他踢到白胡子手中。镭射光线能射穿路飞的脑袋，偏偏要去打断一把钥匙。罗带着重伤的路飞和慎平逃走，也是黄猿甩出8尺琼勾玉打碎冰块，然后让海军不要继续追捕路飞。至于陪同萨坦圣去弹头岛，他的目标一直都是干掉贝加庞克，对于打路飞完全没有投入100%精力。当除掉贝加庞克的任务完成后，黄猿就说自己受伤太重需要休息。想当年赤犬被白胡子重击差点打死，依旧能站起来继续对战马尔科等强者。黄猿借口受伤太重，明显是在放走草帽义务。他是路飞2，就还不能得到实锤吗？这场战斗测出索隆和山治的实力差距，现在2个人的战斗力完全不在同一级别。自从草帽团成立开始，海米们就在讨论山治和索隆谁更强。尾田曾公开表示过，他2人是路飞的左右手，战斗力也是旗鼓相当。不过再从索隆和山治的对手来看，索隆的战斗力要占据一些上风。对战老沙的巴洛克工作设施，山治的对手是敌方的第3战力小风，索隆的对手是达兹波尼斯，是战斗力仅次于老沙的2号人物。还有去司法岛救罗宾，索隆的对手卡库比山治的对手加布拉更强一些。经过2年的修炼，索隆的实力深不见底，山治则被调侃战斗力太拉胯。对战身为中将的维尔哥，武装色强度不如对方，留下小腿骨裂的污点，还有与多弗朗明哥交手被吊打，如果不是罗骑士赶到，山治必定会惨败。反观索隆的战绩可谓强无敌，对战明哥的手下皮卡可以说是绝对秒杀。与海军大将藤虎交手，虽然被打到嘴角流血，实力也得到了藤虎的认可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的表现依旧亮眼，轻松干掉同为超新星的基拉，又将黑刀秋水归还给和之国，换来妖刀研磨，武装色霸气得到很大提升。遇到赏金3亿5千万的超新星阿普，稍微认真战斗就能将其秒杀。去鬼岛屋顶对战2位四皇，索隆以血肉之躯挡下最强合体技能霸海，又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给世界最强生物凯多腹部留下一道伤疤。后来与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镜战斗，前期索隆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觉醒霸王色霸气之后，索隆斩断镜的一条翅膀，成功登基地狱之王。山治对战异灾魁婴时觉醒血统因子，速度、力量和身体强度得到全面提升，击败赏金13亿2千万倍力的异灾魁婴，也被海米送上了魔神的称号。可惜山治并没有觉醒霸王色霸气，相比索隆的战斗力还是有一定差距。不过尾田在漫画的彩页中给出暗示，表明索隆和山治的实力依旧相差不大。目前草帽团正在弹头岛冒险，索隆的对手是 CP0 的陆奇，场面上并没落下风。山治见到波尼有危险，主动攻击五老星萨坦圣，结果被对方弹飞后受伤。萨坦圣拥有恶魔果实觉醒能力以及霸王色霸气，战斗力应该在4皇级别。山治与萨坦圣的实力差距如此之大，也能表明他距离4皇还有很大距离。索隆与最顶尖的4皇凯多交战，虽然战败，也给对方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。通过对战4皇级强者的结果来看，山治与索隆的战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。个特殊超人系果实能力太逆天，其中有3人将路飞按在地上摩擦，不过有1人被卡普一击铁拳锤爆。第一颗是诺诺果实，能力者是卡塔库利，拿着10亿5700万的赏金，却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实力。卡塔库利能将自身变成年糕，还能用年糕制造任何东西，加上见闻色达到预见未来的境界，一度认为他吃了自然系果实，对战路飞的时候完全碾压。橡胶果实的任何招式都会被他超越。尾田曾经在 SBS 中特意说明，诺诺果实很像自然系，属于特殊超人系。第2颗是毒毒果实，能力者是推进城看守长麦哲伦，他能从身体里制造出蓝色毒液，也能用毒液制造出巨型骷髅，一旦触碰到麦哲伦就会中毒，没有特定的解药，只要在痛苦中丧命。当年路飞去海底监狱救哥哥艾斯，对战麦哲伦的时候被完全碾压，身中剧毒后逐渐丧失五感，瘫倒在地，幸亏遇到伊万科夫才保住一条小命。元帅战国曾说过，
麦哲伦有准大将实力，是海底监狱中最强的人。当时路飞只开发出3档，也不会武装色和见闻色，打不过麦哲伦很正常。第3颗是食尸果实，能力者是多弗朗明哥的手下皮卡。草帽团去德雷斯罗萨的时候，皮卡用食尸果实将岛屿变成巨型石像，有一种将自身融入到岩石中的感觉。甚至有海米觉得食尸果实是自然系。不过皮卡的战力并不算强，性格上还特别傲慢，相信自己的武装色最强，居然与索隆比拼武装色的强度，结果被一招9刀流大千世界秒杀。第4颗是岛岛果实，能力者是黑胡子海贼团的第4船长匹萨罗，他拥有恶阵王的称号，想当年也是雄霸一方的强悍海贼。匹萨罗在蜂巢岛对战卡普的时候，展示过岛岛果实的强大之处，能控制一座岛上的任何物体，创造出的巨大手臂堪比整座岛屿。不过相比英雄卡普的实力差距太大，被卡普一记铁拳打成重伤。看来凯多的话一点没错，果实能力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一切。第5颗是合体果实，能力者叫巴雷特，有成为世界最强的野心。巴雷特在15岁的时候就有挑战罗杰实力，不过没有一次挑战成功，与年轻雷利战斗都是平局收场。难道说15岁的巴雷特有4皇级别吗？离开罗杰海贼团后，巴雷特在大海上驰骋，最后被屠魔令击败，关入监狱。趁着路飞大闹推进城，巴雷特成功越狱，也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。打4档状态下来的路飞，也就一拳头的事情，战斗力绝对不弱于4皇。经对战多拉格惨遭暴打，亲生女儿差点被青雉干掉。赤犬身上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秘密？年轻的赤犬和黄猿一起加入海军，那时他的梦想是成为剑士，可能是觉得修行道路太艰苦，赤犬果断放弃梦想，吃下岩浆果实。尾田曾在赤犬的生命卡中强调过，岩浆果实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攻击力，甚至还开玩笑的说过，赤犬的实力等于10个白胡子黄猿和青雉加起来，即便是海贼王罗杰与他战斗，也只能挡住赤犬一拳，第2拳会战败。虽然这是尾田在 SBS 中的戏言，也能从侧面反映出赤犬的恐怖战斗力。在马林范多见到路飞带着越狱小分队从天而降，赤犬的表现很是特别，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叫路飞草帽小子，而是不断强调路飞是龙的儿子。即便是面对白胡子海贼团的众多队长，也要将路飞的脑袋留在马林范多。只能说赤犬对龙的实力非常清楚，担心路飞会成长为他老爸一样的强者。从此是否可以推断出赤犬与龙有过交战，结果是被龙狠狠揍了一顿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赤犬为了当海军元帅，与青雉在庞克哈萨德决斗，两人大战10天10夜才分出胜负。青雉以微弱的劣势战败，却被打断一条腿。赤犬也丢掉男人最重要的东西面子，面对吴老星被骂他的面子不值一提，还有手下的大将藤虎也没给他留面子，在电话虫中与赤犬互相骂了起来。后来青雉透露说，赤犬在那场战斗中被打得满身是伤，碍于面子没有对外人说。卡普带着 SWORD 成员去蜂巢岛对克比，其中有一个女生叫云雀，她使用贝加庞克制造的武器，从战斗表现来看并不算什么强者。有细心的海米发现，云雀衣服上的图案与赤犬身上的纹身一模一样，因此推断出云雀就是赤犬的女儿。从两人的年龄来看，这种关系的确成立。还有青雉在对战 SWORD 成员时，没有攻击实力更强的格鲁斯和孔雀等人，反而是将实力很弱的云雀冻成雕像，有一种拿赤犬女儿撒气的感觉。不过赤犬与卡普也算是仇人，按理说不应该把亲生女儿放在他身边才对。目前赤犬身上还有一个谜团没有公开，就是会不会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在所有的海军大将之中，只有前元帅战国确定拥有霸王色霸气。青雉与卡普战斗出现过黑色闪电，不是霸缠攻击，更像是武装色碰撞。赤犬的生命卡也没有显示拥有霸王色，难道他真的没有成为王者的资质吗？和透露出艾斯的真正战斗力，相比海军大将还有很大的差距。最大的缺点也被凯多言中了，艾斯的实力高低一致备受争议。有人说具备准大将的实力，不过从5亿5千万的赏金来看，相比准大将级别的皇父差很多。当年在巴拿马岛对战黑胡子，艾斯的炎帝被黑暗吞没战败，只有一颗暗暗果实的黑胡子，应该不具备匹敌海军大将的战斗力吧。与七武海时期的慎平大战5天5夜，最终双方体力耗尽，以平均收场。要知道慎平是鱼人族，只有在大海中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战斗力，能在陆地上与艾斯打成平手，也能说明艾斯当年的战斗力真不算强。在马林范多为了救路飞，慎平拼尽全力才勉强挡住赤犬的岩浆拳头，随后就被赤犬调侃两人实力差距太大，可见当年的艾斯也不能抗衡大将。虽然说艾斯与青雉交战不分胜负，两人只是简单交手，并没有用出全力。见到路飞救出艾斯之后，白胡子下达最后的船长命令，让全员回到新世界。赤犬用侮辱白胡子的话激怒艾斯，随后又用一记岩浆拳头将艾斯打飞，还不忘羞辱艾斯对果实能力太自信。殊不知岩浆能将火焰燃烧殆尽，从此也能看出艾斯的缺点，与顶级强者战斗对霸气的使用不够强。凯多在对战路飞时就说过，恶魔果实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。艾斯小时候就释放过霸王色霸气，从一群海贼的刀下救路飞一命。可惜的是没有像白胡子和罗杰一样掌握最顶级的霸王色缠绕攻击。不过香克斯非常认可艾斯的战斗力，得知艾斯带着黑桃海贼团来找自己，评价艾斯为超级新人，立马做出拔刀战斗的架势。当年艾斯去和之国冒险，为了解救被拐卖的孩童，前往鬼岛找凯多，
可惜凯多带着百兽海贼团远征，只留下戴着手铐的女儿大和。两人爆发了激烈战斗，从场面上看是五五开，也没有分出胜负。当时的大和并没有用出全力，不像对战凯多的时候开启了人兽形态。虽然大和有抵挡凯多的战斗力，却不能代表艾斯也能抗衡凯多。和之国战争完结后，绿牛接到赤犬的命令去搞定百兽海贼团，大和朝着绿牛的头来了一狼牙棒，被夸赞拥有非常强大的霸气，随后便被绿牛束缚住行动，还建议桃之助快点寻求路飞等人的帮助。可见在大和的心目中，自己连同赤鞘武士也无法战胜大将绿牛。如此来看，就算艾斯与大和的实力相当，距离海军大将还有不小的差距。凯多被路飞击败后解开4个谜团。大妈当年并没有参加神之谷大战。第一个是凯多的梦想发生过2次变化，小时候的凯多就异常强大，10岁便成为沃卡王国最强的战士。海军为了得到凯多，用出席世界会议的条件与沃卡王国交换。之后凯多从海军手中逃走，那时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海上皇帝。洛克斯海贼团解散之后，凯多答应黑炭木蝉的条件来到和之国，计划把那里变成武器工厂，用无尽的战争让天龙人的生活不再安逸。如果当时凯多与多拉格相遇，两人联手能轻松推翻天龙人的统治。白胡子在顶上战争丧命后，凯多的梦想是发动世界最大规模的战争，与4皇大妈联手复活洛克斯海贼团，可惜被路飞击败，梦想也随之破灭。第二个是洛克斯海贼团战败的原因。当洛克斯战败的消息传遍世界，蜂巢岛的海贼也陷入了慌乱，他们不敢相信如此强大的团队会战败，一定是强者之间爆发了内讧。当年白胡子不愿意玉田上船，给出的原因是强者之间很难和睦相处，他之前经历过的团队就是那样，也印证了洛克斯覆灭是因为内讧。神之谷大战中有罗杰和卡普，还有神之骑士团，不爆发内讧，洛克斯也很难获胜。第三个是当年大妈并没有参加神之谷大战，在海贼王动画1076集中，洛克斯告诉凯多要前往神之谷，随后蜂巢岛上就传来大妈的声音，他在四处寻找凯多的下落。洛克斯战败的消息传回蜂巢岛后，大妈表现得异常激动，一直在询问凯多的下落，从此也可以推断出他没有参加神之谷大战。38年前的大妈已经开始生孩子，洛克斯不带他去战斗也很合理。第四个是乔伊波伊与太阳神妮卡是同一个人，凯多被路飞击败后，回忆起与岩灾镜相遇后的一些画面，镜一直在等待乔伊波伊的出现，并询问凯多会不会是那个人。凯多告诉镜自己不会成为乔伊波伊，但是能击败他的人只有乔伊波伊。光月玉田打开和之国的国门，也是为了迎接乔伊波伊的到来。现在凯多已经被路飞击败，基本可以确定路飞会成为乔伊波伊，而且路飞觉醒幻兽种妮卡果实，也就是奴隶们期待的太阳神妮卡。凯多身上还有一个秘密没有公开，就是大和的母亲到底是谁？很多海迷都认为是大妈。大和与年轻大妈的眼睛长得很像，还有凯多与大妈当年走得很近，甚至将鱼与果实直接送给凯多，两人发生感情，生下一个女儿，好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赤犬公开暴君雄的真正实力，妥妥的大将级别，难怪当年在香波地群岛，黄猿也不敢动手与他战斗。暴君雄曾经是索尔贝王国的国王，陪同多拉格一起创立革命军，很可能是革命军的上一任参谋长，至今却没展示过全部实力。他能将看似用来卖萌的肉球果实开发出各种堪称 bug 的无敌技能，因此一直有不少海迷认为暴君雄的战斗力至少在准大将级别。他的雄之冲击破坏力不输任何自然系，将一座城镇摧毁也不困难，瞬间移动也能轻而易举做到，速度甚至不亚于黄猿的闪闪果实，还拥有强大的治疗能力，拍出人体内的伤痛，让伤者瞬间恢复。当年大雄去恐怖3维帆船找莫利亚，传达黑胡子担任七武海的消息，莫利亚就非常忌惮肉球果实的能力，被调侃也不敢与暴君雄战斗，与草帽团战斗可以说是完全碾压。索隆被打得扔下佩刀放弃战斗，为了能保住船长路飞的性命，只能祈求暴君雄用自己的脑袋交换。路飞在香波地群岛打飞天龙人后，黄猿主动请求去剿灭草帽一伙，灭完霍金斯和德雷克一群超新星后，又将索隆按在地上狠狠摩擦，好在冥王雷利及时出现，救下索隆之后与黄猿爆发激烈战斗。暴君雄有点轻视黄猿与雷利的实力，来到两人中间也不担心受伤。雷利得知他的意图后拖住黄猿，认可暴君雄有实力救走草帽团。黄猿见到突然到来的暴君雄，也是一脸震惊，让他必须给一个交代。大雄没有理会黄猿的话，强调不是海军的命令，他想干什么都可以。黄猿听完后却没有出手攻击，可见他对暴君雄的实力有所忌惮。世界会议期间，暴君雄彻底失去意识，成为天龙人的最强奴隶。萨博联手3位军队长，将暴君雄从玛丽乔亚带回革命军基地。可是暴君雄并没有待在龙身边，而是一个人回到天龙人的地盘。天龙人的守卫简直不堪一击，被一招雄之冲击全部击溃。元帅赤犬不得不亲自出马，看到被暴君雄破坏的城堡也很震惊，评价暴君雄是非常危险的野兽，不能放归山林，必须在此刻消灭。立马甩出一招岩浆冥狗，没有躲避的暴君雄被打掉半张脸。见到暴君雄想要逃走，赤犬再次展开攻击，将其一条腿打断，还是没能阻止暴君雄逃走，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自己面前。从赤犬评价暴君雄为怪物，以及一开始就拿出全部力量攻击，是认定暴君雄拥有很强的实力，不认真战斗不可能将对方击败。尾田终于公开革命军的全部战斗成员，2人皇父2人大将，
还有2人4皇级。吴老星为何忌惮多拉格？是因为他有一个强大的团队。作为革命军的首领，多拉格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。他的实力上限至今没有公开，据说赏金拥有50亿贝利。在罗格镇护送路飞出海时，展示过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。还有革命军的成员都戴着护目镜，推断他吃了自然系风暴果实。目前卡普和路飞都释放过霸王色，也都掌握了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多拉格也应该具备这项顶级能力，综合实力应该不在4皇之下。萨博从小就在多拉格的手下成长，体术和霸气都是最顶级的。17岁就能当革命军的参谋长，实力不会在5位军队长之下。吃下烧烧果实后，萨博的实力再次提升，能对抗海军大将藤虎。在玛丽乔亚对抗吴老星和伊姆，顶着6位顶级强者的攻击逃生，之后被世人称为炎帝，整体实力应该不输给任何大将。如果萨博也拥有霸王色霸气，匹敌4皇水准都不是问题。伊万科夫是5位军队长中战斗力表现最多的一位，当年在海底监狱对战麦哲伦，对方拥有准大将级别的实力，伊万科夫没能抵抗太久战败，实力距离准大将有一些差距。还有在马林范多被赤拳秒杀，他的实力最多也就是皇父级别，贝蒂有4亿5700万的赏金，也是所有军队长中最高的一位。他的鼓舞果实对战力提升不大，却拥有扭转整场战斗的作用。只要挥舞手中的旗帜，就能让手无缚鸡之力的平民变成战士。贝蒂的实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说不定也拥有皇父的水准。林德伯格是毛皮族的成员，擅长研发各式各样的武器，即便开启月亮狮子形态，战斗力的上限也不会太高。卡拉斯一直被认为是最强的队长，吃了自然系煤灰果实，能用煤灰制造有意识的乌鸦，很可能已经将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。他与大将藤虎有过交战，具体的战斗经过还没有公开。从藤虎缠着绷带的额头来看，卡拉斯的实力至少在大将级别。茉莉是吃了恶魔果实的巨人族，在100年前就是有名的大海贼，曾经被关入海底监狱，创造出人妖乐园后越狱却没被发现。对战被称为怪物的大将绿牛，能用3叉戟刺穿对方的手臂。5位军队长还都有1位副队长，已经出场却没有展示过实力，他们的战斗力应该不算强，最多也就普通海军中将的水准吧。暴君雄也曾是革命军的一员，他的战斗力妥妥有大将级别，曾经介入雷利与黄猿的战斗，让黄猿只能口嗨不敢出手攻击。如此来看，革命军的整体战斗力不会比任何一个4皇团弱吧。为了帮助路飞成为乔伊波伊，你知道罗杰的船员有多拼吗？3人镇守东海看护路飞成长，巴基的付出比香克斯还要大。当年罗杰抵达拉夫德鲁之后，发现自己并不能成为乔伊波伊。最强2把手是谁终于确定，索隆觉醒霸王色后才排第4，第2名已经有4皇级别的实力。来到和之国后，索隆的战斗力连续提升2次，用黑刀秋水换来妖刀研磨，等同掌握武装色流音用法。遇到赏金3亿5千万的阿普，索隆稍微认真点，一招将其秒杀。来到鬼岛屋顶对战2位4皇，索隆借助研磨差点砍掉凯多的龙头，又挡住4皇合体技能霸海一瞬间，身体30多处骨裂让基德敬佩，拖着重伤的身体用出9刀流亡者系，在凯多胸口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疤。与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镜战斗，前期索隆的攻击毫无效果，
外加妖刀炎魔出来捣乱，差点让索隆被炎灾镜干掉。最终索隆觉醒霸王色霸气，干掉炎灾镜，登基地狱之王。此时索隆的实力即便不如大将，也是无限接近大将的级别。不过相比革命军的二把手萨博，索隆的实力还是稍微弱了一些。萨博从小在革命军中成长，有龙亲自训练，霸气体术都是顶尖水平。吃下烧烧果实后，萨博与大将藤虎战斗，场面上也是不分胜负。还有对战动物系觉醒者陆奇，萨博也展示出强于对方的实力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与吴老星和伊姆有过交手，虽然被打成重伤，能从6个顶级强者手下逃走。萨博的实力至少不输任何海军大将。红发海贼团除了是铁臂海贼团，还拥有所谓的双四皇配置。除了香克斯拥有4皇实力外，副船长本贝克曼也属于4皇级别。红发海贼团去马林范多救路飞，香克斯挡住赤犬的岩浆拳头，本贝克曼用枪指着黄猿的脑袋，让所谓的海军大将乖乖举起双手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铁头基德挑战红发海贼团，被打断一条胳膊惨败。从垃圾路的话语能推断出，弄断基德左臂的人就是本贝克曼。不过本贝克曼未展示过霸王色，也不确定拥有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巴基莫名其妙当上4皇后，从实力上看，鹰眼是十字工会2把手，作为世界最强剑豪，鹰眼经历的战斗不多，也未展示过全力。曾经与香克斯进行过多次决斗，据说都是不分胜负的结果。得知香克斯断掉左臂后，鹰眼不屑与他决斗，自认实力超过对方。香克斯拥有最顶级的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一招神臂能秒杀赏金30亿的基德，还拥有比预见未来更强的剑纹杀，能让敌人的剑纹色霸气失效。速度方面拥有瞬间移动的能力，能超越拥有光速移动的大将黄猿。既然鹰眼能匹敌香克斯，在霸气修炼和速度方面，自然不会弱于对方。赏金达到35亿9千万贝利的鹰眼，才是当之无愧的最强2把手。打伤过3位海上皇帝，害怕赏金3亿的七武海。赤犬表明黄猿已经打不过索隆。当年去香波地群岛处理路飞打天龙人事件，黄猿刚落地就秀了一波实力，把超新星挨个踢了一脚。见到草帽团也没打算放过，踩着索隆打算干掉未来最强剑豪。冥王雷利及时登场，一脚踹飞黄猿的攻击，两人立马进入拉锯战。黄猿脸颊被划伤，处于劣势。暴君熊突然介入战斗，告诉雷利自己会救走草帽团全员。黄猿嘴上让大雄给个交代，却不敢对2亿9千万的七武海动手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黄猿立马甩出8尺琼勾玉攻击白胡子。马尔科出现挡下所有攻击，紧接着一脚将黄猿踹飞。两人后续也有过战斗，马尔科因白胡子而分心，被激光射穿身体。路飞抵达马林范多后，黄猿立马开启舅舅保护外甥模式。见到路飞来到3大将面前，黄猿一脚下去踢回到解放前。见到2位中将合力围攻大外甥，黄猿直接一脚踢到白胡子手中。明明可以击穿路飞的脑袋，偏偏选择用激光打断钥匙。等到路飞成为海贼王，必定不会忘记这位好舅舅的恩情。对战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，黄猿的表现比青雉高一个档次。趁着白胡子关注路飞，就艾斯分心，一道激光射穿白胡子的胸膛，想要阻止赤犬对路飞下手，又被黄猿用激光打穿手臂。不过在偷袭抱着路飞的巴基时，从背后发射激光却没有打中，好像是故意放水让路飞逃走，也有可能是巴基在隐藏实力。毕竟巴基在罗杰船上待过，靠着一手霸王色运气成为现任4皇。红发海贼团抵达马林范多后，黄猿很给面子，乖乖举起双手。整场顶上战争下来，黄猿可谓衣服微脏，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。对战昔日恩师泽法的时候，黄猿总算认真打了一架，带领一群海军中将，亲手葬送了不杀的大将泽法。不过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黄猿与4皇的差距被无限拉大。去抓捕乌塔的时候，黄猿完全没给香克斯面子，主动发起攻击，结果8尺琼勾玉被全部挡下，还被香克斯用刀架在脖子上。但凡黄猿敢多说一句话，香克斯都会取下他的脑袋。对于黄猿战斗力的上限有多高，赤犬绝对是最清楚的人。两人都来自西海，一起加入海军，也一起晋升为大将。海军得知4皇大妈前往和之国，企图联手凯多干掉路飞。黄猿主动请求去和之国走一趟，赤犬以存在武士为由果断拒绝。和之国闭关几百年，只有光月玉田出海冒险被海军悬赏。可见在赤犬看来，黄猿相比当年的玉田还有一些差距。觉醒霸王色击败炎灾镜后，索隆的实力不在光月玉田之下，从此是否能推断出现在索隆的战斗力不在黄猿之下？目前两人都在弹头岛，期待会有一场拼尽全力的决斗。盘点海贼王中实力被严重高估的强者，3位4皇级别的人却不如准大将。专注高端局的马尔科，战斗力一直备受争议，在顶上战争能一脚踹飞大将黄猿，还能踢飞对路飞攻击的大将青雉。对战赤犬的时候，却被岩浆拳头完全碾压。去和之国帮助路飞，也能与4皇大妈打得有来有回，一个人单挑2位大探满，场面上甚至占据了上风。马尔科也因此被认为是4皇守门员，实力无限接近于4皇。元帅战国甚至认为马尔科能接替白胡子的4皇之位。不过在对战黑胡子的时候，他率领众多队长被无情碾压，而且马尔科不具备霸王色，比海军大将应该弱一个档次。基德是极恶世代中最嚣张的一人，当年在香波地群岛出场，赏金比路飞还要高。进入新世界后，基德成为挑战4皇最多的人，闯入4皇大妈的地盘，打伤1位将星后安全逃走。与红发海贼团战斗，遭到本贝克曼砍掉一条胳膊。后来对砍4皇凯多，又挨了一顿揍关入土宛监狱。与罗联手后，总算打了一场胜仗。
开启果实能力击败四皇大妈。之后基德和罗一样，赏金都达到了30亿贝利，与红发海贼团再次相遇。基德被香克斯一招神臂秒杀。再看同样赏金的罗，与黑胡子打得有来有回，只能说基德的赏金被高估。威布尔当七武海时，一个人击败不少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。黄猿也评价他拥有匹敌年轻白胡子的战斗力，甚至还被认为是砍掉大将泽法手臂的人。不过与大将绿牛战斗，威布尔惨遭秒杀，与大将不在同一级别。陆奇被认为是800年以来最强的 CP9 成员，在司法岛败给路飞之后，却在短时间内晋升为 CP0。面对赤犬也是一点不怂，让他乖乖给自己派遣10艘军舰。对战吃了烧烧果实的萨博也没输，一度被认为有4皇级别。不过在弹头岛再次遇到路飞，陆奇使用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却被路飞完全吊打了一顿，实力显然比大将低一个档次。花剑比斯塔是白胡子海贼团第4队长，在顶上战争能与鹰眼一较高下，实力也得到鹰眼的认可。比斯塔的生命卡也强调过，他拥有能匹敌鹰眼的剑术。鹰眼的赏金是35亿9千万，曾经与香克斯决斗打成平手，但比斯塔对战赤犬忘记使用霸气，说他与鹰眼一个级别就太水了。在世界最强生物凯多眼中，光月玉田是能对战自己的强者。他拥有霸王色和武装色流鹰用法，曾经砍伤过凯多的腹部。不过在对战白胡子的时候，被包裹阵阵果实的拳头打飞。后来与罗杰有过交手，挨了一招神臂后瞬间飞了出去，再次回到和之国。愤怒的玉田连屏障果实的防御都破除不了，仅仅是砍伤过凯多的腹部，就能说他拥有4皇级别的实力吗？尾田公开攻击最强的3颗恶魔果实，多拉格很可能吃了动物系幻兽种。说起最强的恶魔果实，一定会认为是橡胶果实，它还有另一个名字——人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。路飞在鬼岛屋顶对战凯多，脑袋挨了一记霸缠狼牙棒，成为传说中的太阳神尼卡，拥有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，心脏也变成解放之骨，能让疲惫的身体瞬间恢复。从路飞对战凯多的最后一击看，并没有毁天灭地的破坏力，相比曾经的最强自然系响雷果实，输出上还有一定的差距。艾尼路使用的招式万雷，无数条雷电从天而降，能将一座岛屿瞬间摧毁。还有最终大招雷银，巨大的雷云球体拥有堪比远古兵器的破坏力。凯多的鱼与果实青龙形态，口中吐出的火焰能毁灭山头，身体旋转引发的龙卷风也有毁天灭地的画面感。甚至是大妈的超人系魂魂果实，尼卡果实的输出也比不过。大妈的招式天满大自在，拥有堪比天神的破坏力。期待路飞在之后的剧情中能将尼卡果实开发出更加恐怖的招式。尾田曾在 SBS 中说过，他认为现实自然中有3种灾害最恐怖，分别是强大的地震，能引发巨大的海啸吞没一切；剧烈喷发的火山，熊熊燃烧的岩浆能让大地变成熔岩火海；还有强大的飓风，能让地面上的一切荡然无存。尾田还说了，这3种能力在海贼王中都以恶魔果实的能力出现。地震代表超人系阵阵果实，在海贼的阵营中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第一任能力者是白胡子，在顶上战争差点将马林范多摧毁，白胡子也靠着这颗恶魔果实被世人称为世界上最强的男人。第二任能力者是黑胡子，目前也是4位海上皇帝之一。火山喷发代表岩浆果实，在海军的阵营中，能力者是赤犬，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攻击力。流星火山能让大地变成熔岩火海，赤犬也是靠着岩浆果实的输出击败大将，亲自当上了海军元帅。飓风代表的恶魔果实还未公布。从尾田喜欢用对称手法来看，第3颗恶魔果实应该是动物系幻兽种，拥有操控飓风的能力。当年路飞在罗格镇被巴基处刑，多拉格出场时天空雷电交加，最后用一股能摧毁石头的飓风护送草帽团顺利出海。而且革命军也是区别于海军和海贼的第3方势力团。从此是否可以推断出多拉格是吃力某种动物系幻兽种恶魔果实，拥有操控飓风的特别能力，战斗力至少不会比黑胡子和赤犬差。专注高端局的马尔科到底算不算4皇守门员呢？香克斯才是最清楚的人。小时候的马尔科特别幸运，能跟在世界最强男人身边成长，还吃下了幻兽种不死鸟果实，也让他获得了强悍的战斗力。拥有霸王色霸气的光月玉田也只能屈居马尔科之下当第2队长。对战年轻时期的冥王雷利，马尔科的攻击被一根手指挡下，战斗力却得到了雷利的赞扬。顶上战争的马尔科表现异常活跃，轮番对战海军的最高战力3大将。见到黄猿主动攻击白胡子，马尔科用身体挡下8尺琼勾玉，顺带来了一脚将黄猿踹飞。黄猿非常认可马尔科的战斗力，让巨人族行动起来防止空袭。见到赤犬打算对路飞出手，青雉立马站了出来主动攻击，就当用冰刀刺穿路飞的胳膊。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演戏的时候，马尔科飞过来将青雉一脚踹飞，干掉艾斯后，赤犬将目标对准路飞，盛平拼尽全力才勉强挡住岩浆拳头。马尔科与比斯塔趁机攻击赤犬，却忘记使用霸气没能造成伤害，反过来还被赤犬嘲讽不会用霸气。后来连同白胡子海贼团的所有队长也没有阻挡赤犬追杀路飞的脚步。偷袭处刑台被卡普一拳头揍飞，蓝色火焰也没有吸收铁拳的伤害，可见马尔科并不算最顶级的强者。战国与白胡子海贼团交战多年，对马尔科的战斗力也算非常了解。白胡子在顶上战争丢掉性命后，战国一度认为马尔科带领众多队长有顶替白胡子成为4皇的资格，可惜马尔科没能证明自己的4皇实力。对战双果实的黑胡子被完全碾压，
事后还感叹自己完全不是黑胡子的对手。来到和之国帮助路飞对抗百兽海贼团，马尔科一脚踹翻四皇大妈的海贼船，与四皇大妈单挑也能打伤普罗米修斯，甚至让大妈觉得自己杀不掉马尔科。不过在对抗大看板岩灾镜和奎因时，马尔科暴露出攻击力不强的弱点，虽然能牵制住2位赏金超10亿的强者，却没有打败对方，反而耗尽了自己的体力。香克斯对马尔科可谓非常赏识，当年罗杰与白胡子海贼团爆发战斗，身为实习生的香克斯就认识了马尔科。几十年后，香克斯登上莫比迪克号找白胡子，也是立马邀请马尔科成为伙伴。后来帮助路飞在和之国击败凯多后，马尔科乘坐红发海贼团的船离开，香克斯再次邀请马尔科加入自己，能让香克斯发出2次邀请的人，必定拥有非常强悍的战斗力。不过霸王色缠绕已经成为强者标配，只拥有见闻色和武装色的马尔科，还有没有作为四皇守门员的资格呢？蓝色火焰吸收万能伤害，金色巨佛打脸嚣张四皇。网友票选最强的5颗动物系恶魔果实，却只有一个达到觉醒状态。鸟果实幻兽种不死鸟形态，吃下它会变成传说中的不死鸟，提升能力者的攻击力和速度，身上还会覆盖燃烧着的蓝色火焰，拥有几乎不会死亡的生命力，以及受伤后的瞬间再生能力。即便是自然系毁天灭地的招式，也不能对蓝色火焰造成任何伤害。可是英雄卡普的铁拳是一个例外。不死鸟果实的弱点是攻击力不强，马尔科能与3位海军大将轮番战斗，也能单挑百兽海贼团的2大看板，却不能将这些强者完全击败，这或许就是马尔科不如大将的原因吧。人果实幻兽种大佛形态，吃下它会变成一尊巨大的金色佛像，释放出的冲击波不输阵果实的攻击，也能一巴掌将嚣张的黑胡子拍吐血。面对路飞的时候，冲击波的威力会下降，被动属性才是这颗果实最强的地方，它可以让能力者拥有佛陀一样的智慧和精神力。战国被称为至将与大佛果实脱不了关系。鱼果实幻兽种青龙形态，攻击力能匹敌3颗自然系的恶魔果实，喷出的巨型火柱将一座山头瞬间摧毁，破坏力不输烧果实的招牌技能火拳，兽吼般的咆哮声可化作无数条闪电，响雷果实的大招万雷也不过如此，转动身体就可以引发巨大的龙卷风。相比多拉格的风暴果实一点也不逊色，变成人兽形态后，各项技能的力量还会增加。这颗果实还拥有最顶尖的防御能力，从赤鞘九侠突入城堡的偷袭攻击，到尼卡路飞堪比鬼岛的巨型拳头，凯多经历7轮战斗，扛下大招31个，被称为世界最强生物毫不过分。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，是一个800年来没有觉醒的果实。为了隐藏这颗传说果实的存在，吴老星将它改名为超人系橡胶果实，吃下它会变成自由伸缩身体的橡胶人。表面上看对战斗力的提升并不大，路飞通过消耗生命的方式才开发出2档、3档和4档，打赢卡塔库利也没有达到大将级别。觉醒尼卡果实后，路飞的实力发生质变，拥有最胡来的力量战斗，世界最强生物凯多也不是对手，心脏也变成了解放之骨，有瞬间恢复的效果。至于太阳神尼卡还拥有什么技能，需要路飞在后续的战斗中呈现。蛇果实幻兽种八岐大蛇形态，一个被浪费的神级恶魔果实。八岐大蛇是传说中的巨型怪物，拥有将整个世界毁灭的能力。大蛇将军吃下八岐大蛇果实后，并没有开发出毁天灭地的招式，只是让自己多了8条命而已。如果换一个人吃八岐大蛇果实，妥妥的能达到4皇级别吧。50年前杀害布鲁克的人终于找到了，黑胡子已经将他干掉，抢走了恶魔果实。刚刚加入草帽团时，布鲁克就是一个不正经的糟老头子，每次遇到危险都表现得非常害怕，一副胆小如鼠的样子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美女，都会问对方穿了什么颜色的胖子。在2年的修行中，布鲁克看似虚度光阴，却找到了大号的密码。去蛋糕岛接山治归队，布鲁克单挑4皇大妈，打伤2个霍米兹，偷偷拿到历史正文的踏本，还睡了4皇大妈，这是做的体面。来到和之国对战百兽海贼团，一招秒杀飞6包黑玛利亚的全部手下。如此强悍的布鲁克，在50年前的赏金已经达到3300万贝利，不能说是最顶级的强者，也算得上战斗力不错的海贼团吧。却在魔鬼三角地遭受攻击，全团人员被病毒武器攻击后覆灭。布鲁克靠着黄泉果实捡回1条命，可是身体却变成了一副白骨。在50年前有名的海贼团中，我们知道的就是洛克斯海贼团，他们由一群嗜血如命的强者组成，为了财宝，船员之间也可以互相残杀。船长洛克斯有不输罗杰和卡普的实力，在神之谷战败后葬身大海。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也是其中之一，战斗力能匹敌罗杰，后来成为4皇。还有吃了飘飘果实的金狮子，组建了不输罗杰的飞空海贼团，曾经在艾特沃尔海战中差一点击败罗杰，可惜败给一场暴风雨。4皇大妈从小就是强者，靠着深挖果实一步步组建4皇海贼团。凯多吃下大妈给的鱼果实青龙形态，靠着强悍的实力组建百兽海贼团。王直和银斧至今还没有登场，据战国说也是传说级别的海贼。如果是他们攻击伦巴海贼团，干掉布鲁克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不过伦巴海贼团是被病毒攻击，纵观洛克斯的成员中，也没有用病毒攻击的人。在凯多的百兽海贼团，第2大看板奎因喜欢研究病毒武器，制造出能人传人的冰鬼武器，如同瘟一般传染，让敌人中毒丧命。可是，在50年前，奎因还没有出生，不可能是杀害布鲁克的凶手。在和之国大战完结后，
黑胡子带着手下拦截罗的红心海贼团，传译毒 Q 也参加了战斗，用病病果实的能力让罗变成女性，使用像奎因一样的病毒攻击，毒 Q 也应该能够做到吧？结合布鲁克遭受病毒攻击身亡，杀害他的人可能是上一任病病果实能力者。这样来看，黑胡子算做了一件好事，帮助布鲁克把仇给报了。能打败动物系觉醒者的萨博，实力有没有达到4皇级别呢？在3兄弟之中，萨博的天赋最差，有贵族血统，对实力却没有任何帮助。艾斯是罗杰的儿子，继承了霸王色霸气，17岁就被邀请当七武海。路飞有蒙奇家族的基因，恢复力和霸王色都属于最顶尖级别。不过萨博有一位好师傅，帮助他从小进行系统的训练。自从10岁的时候加入革命军，萨博一直跟在龙的身边学习。17岁已经掌握龙抓手绝技，外加武装色和见闻色霸气的用法。在德雷斯罗萨登场时，萨博已经是革命军参谋长，实力仅次于龙。第一次对战巴沙斯是在竞技场，表现出了碾压级别的实力，靠着武装色与体术的结合，用龙抓手轻松捏碎巴沙斯手臂的护具。第二次与巴沙斯战斗，是为了救处于4档副作用状态下的路飞。面对巴沙斯用艾斯的事情挑衅自己，萨博用一记火焰龙王将其秒杀。从巴沙斯差点被打死的状态来看，战斗力相比萨博的差距非常大。为了让路飞安心对战多弗朗明哥，萨博独自挡住藤虎率领的海军。中将巴斯提尤不算弱者，手中的名刀斩蛟能轻松劈开一栋楼。萨博没有使用全力，仅仅用了一只手就捏碎了名刀斩蛟，随后又捏碎了巴斯提尤的面具，用几乎秒杀的方式击溃一位中将。对战大将藤虎的时候，萨博显得有一些吃力，靠着元素化躲避重力攻击。不过从场面上看，藤虎与萨博属于5-5开，也表明他与大将有一战之力。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，黄猿见到超新星们逃走，立马使用8尺琼勾玉阻挡，被一招火拳全部挡下。见到对手是萨博后，黄猿主动选择停止攻击。还有在剧场版黄金城中，吴老星派遣 CP0 的陆琪去保护泰佐洛，萨博站出来保护路飞，与陆琪1对1战斗，也没有出现任何劣势。从后面的剧情得知，陆琪已经将恶魔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，居然也打不过萨博。为了向天龙人宣战，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潜入圣地玛丽乔亚，在拯救暴君雄时暴露身份。藤虎与绿牛对战革命军的2位队长，萨博一个人跑到吴老星与伊姆所在的房间，见到他们要干掉寇布拉，在逃跑的时候被吴老星和伊姆联手击中，当时就身受重伤，眼睛泛白。如果不是寇布拉拖延时间，萨博的小命铁定会被吴老星取走。离开玛丽乔亚之后，萨博被世人称为炎帝，名气已经超越多拉格。能从吴老星和伊姆的联手攻击下逃走，也表明萨博具备一定的实力。是否可以说他的实力已经超越大将，达到了4皇级别了呢？卡普从出场那一刻开始，就给人一种不着调的感觉，只要路飞不听话，就会往他脑袋上砸2拳，还说那是爱之铁拳。年轻时候的卡普很阳光，脸上总挂着微笑，性格直爽有勇有谋，是少女喜欢的那种模样。卡普是大器晚成的类型，直到40岁才有点名气。相比19岁当4皇的路飞很逊色。38年前的某一天，卡普奉命来到神之谷，对抗洛克斯海贼团，保护天龙人。对方有白胡子、凯多金狮子等一众强者，都是日后传说级别的海贼。卡普所在的海军完全打不过，只能邀请罗杰联手，才将洛克斯彻底击溃。凭借这一战的功劳，卡普被世人称为海军英雄。不过罗杰的功劳被抹除，让他非常不爽，心生反骨，拒绝晋升为海军大将。卡普还有铁拳的称号，铁头功大师青椒是最大的受害者。脑袋挨了卡普一拳之后，失去挖掘财宝的能力，人生算是被毁了。青椒知道不是卡普的对手，将仇恨转移到他的孙子路飞身上，脑袋又挨了一拳。自从罗杰被处刑之后，卡普就开启了混子的工作模式，对待任何事情都不上心，整天弄点茶和点心忽悠战国，让他给路飞开后门。曾经为了打破吃甜甜圈的记录，卡普5天5夜不睡觉，胸口挨了蒙卡伊斧头。身为海军中将，卡普拿着天龙人的工资，却对他们爱答不理。不愿意当海军大将的另一个原因，就是不想被天龙人直接指挥，甚至在天龙人的地盘玛丽乔亚，当着众人的面骂天龙人是垃圾。卡普干的最反骨的事情，就是拿着吴老星给的工资，在干推翻天龙人的事。亲生儿子叫多拉格，拥有多强的战斗力还不清楚，据说赏金有50亿贝利。龙组建的革命军已经向天龙人发起挑战，危险程度远超4位海上皇帝。大孙子叫路飞，17岁出海冒险，19岁成为4皇，成为海贼王指日可待。路飞就是乔伊波伊的传人，天龙人极力隐瞒的100年历史也会被他揭开，可能是担心卡普的仇家找麻烦。吴老星还特意在他身边安插了保镖。只拥有中将头衔的卡普，身边却有一位副官，是一名剑士，战斗力不算低。贺婆婆从年轻时就与卡普在一起，是一起工作的同事，也算是在保护卡普安全。大将亲至是卡普的第一弟子，整天跟在卡普身后，一方面是提升自己的战斗力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卡普吧。一直未用全力战斗的英米还是最强剑豪吗？战斗力能超越他的新角色已经登场。自从香克斯在东海把一条左臂堵在新时代上，鹰眼就放弃与他决斗。
再也没使用过全力进行战斗。在东海遇到刚出道的索隆，用胸前的佩刀给对方上了一课。当时的索隆也算小有名气，在鹰眼面前简直不堪一击。来到顶上战争，鹰眼打算用全力战斗，他想测试与白胡子的差距，挥出的斩击被钻石乔兹挡下，完全不具备斩断钻石的力量。抓捕路飞时遇到七武海圣瓶，仅仅用了一招便将圣瓶打飞。这场战斗在漫画中没有，是动画组加戏。为了凸显鹰眼的实力，与花剑比斯塔战斗更像打太极，两人互相吹捧都没有全力输出。比斯塔的生命卡显示，他拥有匹敌鹰眼的剑术，略微有些不合理。还有对战达兹波尼斯，也是一刀下去将对方砍倒在地。不过与克洛克达尔交战，鹰眼选择主动放弃，也让他的战斗力被拉低。再来看与鹰眼实力不分胜负的香克斯，每一次出手都带着强者的震撼感。去马林范多救路飞，瞬间移动到赤犬面前，用格里芬挡住岩浆拳头拯救克鲁，吓得赤犬脸颊流出冷汗，一动也不敢动，只能乖乖看着巴基送走路飞，去和之国近海溜达，释放超远距离的霸王色，吓得大将绿牛乖乖逃走。还有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保护乌塔，一个瞬间移动直接秒杀黄猿，攻击赏金30亿的超新星基德。红发稍微有点认真，一招神臂又是秒杀。不过在海军看来，鹰眼的实力比香克斯更强。在公布鹰眼的赏金时，明确强调了他的剑术在四皇红发之上。都说越晚出现的人战斗力越强，吴老心中的光头剑士叫赞巴隆维内斯受狼圣，是掌管财务的武神。手中的佩刀很可能是无上大快刀初代鬼彻。从吴老信的普通一击能重伤萨博看，光头剑士的战斗力或许不低于四皇。在漫画1086话中，神之骑士团的司令官登场，他叫费加兰德·盖林格圣，是一名身材健硕的老者，手中拿着一把外形霸气的西洋剑，必定是一名剑士。作为伊姆王牌军团的首领，盖林格圣的战斗力比鹰眼强一些也很合理。从目前的剧情来看，伊姆就是最终 BOSS。他告诉吴老星必须抓捕薇薇，这也注定了草帽团与伊姆会有一战。路飞的对手就是伊姆大人，索隆的对手可能是吴老心中的光头剑士，也可能是神之骑士团的司令官。这两人应该就是海贼王完结前索隆的最终对手。